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王维的半神半鬼。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颗星，它的光芒极为特殊。它没有李白那种刺破青天的狂放，也没有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悲凉，它散发的是一种空灵、澄澈、不食人间烟火的光辉。这颗星就是被后世尊为诗佛的王维。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王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出身名门，年少成名，诗书画乐无一不精。他的生活似乎永远定格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之中，或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泊之内。他就像是一个半神，超脱了世俗的烦恼，在辋川的绿水青山之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然而，如果你去翻阅真正的唐代历史，你会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缝隙里发现一个让人感到些许不适，甚至有些震惊的事实。这位高高在上的诗佛，这位超凡脱俗的半神，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曾经有过一个无法抹去的政治污点。他在安史之乱中做过安禄山大燕政权的伪官。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忠君爱国道德评价体系里，这叫做失节，通俗点说就是做了叛徒。这个污点像一个极其沉重的十字架，压了王维的大半生，让他从一个飘飘欲仙的半神变成了一个在深夜里饱受良知折磨的半鬼。今天我们就来扒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不吹不黑，不带滤镜，去看看真实的王维。看看在安史之乱那场惊天动地的浩劫中，这位大诗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屈节投降？在被迫做了伪官之后，他又是在怎样深不见底的内疚与自责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关于软弱、关于救赎的真实历史故事。我们先要把时间拨回到公元755年的冬天。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动乱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无数唐代文人命运的分水岭。动乱爆发之前，王维的日子过得可以说是在大唐文人中首屈一指的舒服。他虽然在政治上经历过早年的贬谪，也曾有过张九龄罢相带来的失落，但总体来说，他后半生在官场上算是顺风顺水，一路做到了尚书右丞这样的高官。更重要的是，他在长安郊外的蓝田拥有了那座著名的辋川别业。在那里，他与裴迪等好友弹琴赋诗，参禅礼佛。那时候的王维名满天下，深受皇帝赏识，又有着极其丰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他的精神追求。他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会这样在山水与禅意中优雅地老去。但是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碎了这一切。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洛阳，逼近了潼关。公元756年的6月，潼关失守。当时的大唐天子，也就是那位曾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做出了一个极其狼狈的决定：出逃。玄宗的逃跑是极其仓促和保密的，他只带了杨贵妃、杨国忠以及少数宗室和亲信，在黎明时分悄悄溜出了长安城。绝大多数的王公大臣，甚至连一些皇子都被抛弃在了长安城中，这其中就包括了王维。当长安城的官员和百姓一觉醒来，发现皇帝已经跑了，整个都城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之中。有的人开始逃亡，有的人选择了自杀殉国，而更多的人则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王维当时在哪里？历史记载，他没能逃脱，被叛军抓住了。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杜甫能逃出来，后来千辛万苦投奔了唐肃宗，而王维却没有逃走？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历史情境，王维当时已经56岁了，在古代已经算是步入老年。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常年吃斋念佛，可能经不起长途跋涉的颠沛流离。而且他在长安家大业大，有母亲的陵墓需要照看，有庞大的家族需要顾及，他不像杜甫那样当时只是个小官，相对容易脱身。各种现实的羁绊，加上兵荒马乱中的信息闭塞，最终导致王维落入了安禄山的手中。落入敌手之后，王维的第一个反应是拒不合作。据《旧唐书》记载，
王维被捕后立刻开始装病，他甚至吃下了泻药，让自己患上严重的痢疾，试图以此来躲避叛军的任命。这种做法在古代叫脱籍，是文人面对强权时常用的一种软抵抗方式。但是王维太出名了。安禄山虽然是个胡人武将，但他极度渴望得到中原文化精英的认可，以此来装点他那个草台班子大燕政权的门面。王维作为当时大唐诗坛的泰斗，名满天下的才子，安禄山怎么可能放过他？安禄山派人把卧病在床的王维强行从长安押解到了洛阳，也就是叛军当时的都城，并且强行塞给他一个官职，给事中。面对明晃晃的屠刀，面对安禄山惨无人道的杀戮政策，56岁的王维最终屈服了。他没有像颜真卿的家族那样满门忠烈壮烈殉国，也没有像一些硬骨头的朝臣那样破口大骂引颈就戮。他低下了高贵的头颅，穿上了大燕政权的官服，站在了叛军的朝堂上。这就是王维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在后世极其苛刻的道德审视下，他被钉在了尸节的柱子上。我们今天的人去回顾这段历史，大概可以用一种更悲悯的眼光来看待。王维不是天生的烈士，他是一个文人，一个艺术家，一个深谙佛法的居士。他热爱生命，也畏惧死亡的痛苦。在生死存亡的极限施压下，他表现出了人性的软弱。这种软弱并不高尚，但却无比真实。然而，屈服保全了肉体，却让他的灵魂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洛阳做伪官的那段日子，可以说是王维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他虽然活着，但他的心却在油锅里煎熬。他觉得自己像个鬼魂一样，游荡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王维命运，也让他灵魂受到极度震撼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凝碧池事件。安禄山攻陷长安后，不仅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把唐玄宗留在长安的宫廷乐师，也就是著名的梨园弟子，全部强行押到了洛阳。有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皇家园林的凝碧池大宴群臣，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他强令这些大唐的旧乐师为他演奏大唐的宫廷音乐。在演奏的过程中，这些昔日为大唐天子奏乐的乐师们，看着眼前嚣张跋扈的叛贼，想起流亡的皇帝和破碎的山河，悲从中来。许多乐师当场痛哭流涕，泪水打湿了乐器。安禄山见状勃然大怒，拔出刀来威胁说，谁敢再哭，立刻斩首。就在这恐怖的死寂中，一位名叫雷海清的乐师站了出来。他没有屈服于屠刀，而是猛地将手中的琵琶狠狠地砸在地上，痛哭失声，然后转身向着大唐皇帝逃亡的西方，也就是长安的方向，放声大哭。安禄山气急败坏，立刻下令将雷海清绑在洛阳戏马殿前，当众残忍地肢解处死。雷海清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乐师，在那个讲究阶级门第的时代，他连进入朝堂的资格都没有。但在生死关头，他却展现出了比满朝文武都要刚烈的气节。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被软禁在菩提寺里的王维耳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王维当时的心情。他名满天下的诗佛，大唐朝廷的高级官员，饱读诗书的士大夫，面对屠刀选择了苟且偷生，而一个被士大夫们看不起的底层艺人雷海清，却为了家国大义从容赴死。这种巨大的反差对王维的内心造成了核爆般的冲击，强烈的羞愧、自责、悲愤交织在一起，让他在菩提寺的孤灯下写下了一首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也在后来救了他一命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叫《菩提寺司城口号》，诗是这样写的：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首诗虽然短小，但情感却极其浓烈。第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写出了安史之乱给天下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伤心之人。第二句百官何日在朝天，发出了灵魂的拷问，我们这些被俘虏的大唐官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朝见我们的大唐天子啊？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故国之思。第三句和第四句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借景抒情，用秋天槐树叶落的凄凉
对比宁毕池头叛军强迫乐师演奏的荒诞，暗含着对雷海清等忠贞之士的哀悼，以及对叛贼的无声控诉。这首诗，王维当时绝对不敢公开，只能偷偷地写下来，传给了身边极其信任的好友裴迪。这首诗证明了王维虽然身陷贼营，被迫做了伪官，但他的心，他的政治认同始终大唐的。他是一个身体投降了，但灵魂依然在抵抗的人。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公元757年的年底，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唐名将的浴血奋战下，加上借调的回纥骑兵的帮助，唐军终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也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大唐帝国迎来了短暂的喘息，唐肃宗李亨也正式回到了都城。随着两京的收复，一场大清算也随之拉开了帷幕。清算的对象就是那些在叛军占领期间出任过伪政权官职的人。唐朝的律法对此是非常严厉的。按照唐肃宗最初的旨意，凡是接受过安禄山官职的，按照等级或者处斩，或者流放，或者杖责。可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王维作为叛军的给事中，自然名列清算名单之中。他被关押在长安的杨氏宣平坊，也就是当时的临时监狱里，等待着命运的最终裁决。那时候的王维大概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深知自己犯下的是叛国的大罪，百口莫辩。在昏暗的牢房里，他回望自己的一生，从鲜衣怒马的少年，到名动京城的才子，再到如今的阶下囚，人生的起落实在是太过于魔幻。然而，就在王维命悬一线的时候，两道极其关键的免死金牌出现了。第一道金牌是他那个极其优秀的弟弟王进。王维和弟弟王进的感情极深。安史之乱爆发时，王进没有像哥哥那样被抓，而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平叛的战争中。他在太原协助李光弼死守城池，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受唐肃宗的倚重，当时已经是刑部侍郎了。得知哥哥面临死刑，王进心如刀绞。他向唐肃宗上了一道极其感人的奏折。在奏折里，王进没有为哥哥的罪行狡辩，而是恳求皇帝，臣弟愿意褫夺自己身上所有的官职、爵位，甚至愿意替哥哥去死，只求皇上能饶哥哥一命。在那个年代，这种愿意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生命去换取兄弟性命的行为，极大地触动了满朝文武，也触动了唐肃宗。第二道金牌就是王维当年在菩提寺偷偷写下的那首菩提寺司城口号。王维的好友裴迪在这个关键时刻站了出来，把这首诗呈交给了唐肃宗。唐肃宗读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的时候，也被深深地打动了。这首诗成为了王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铁证。它证明了王维做伪官是出于被迫，而非主动附逆。他的内心深处对大唐依然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一面是功勋卓著的弟弟的以死相保，一面是流传出真情实感的忠君爱国之诗。唐肃宗最终心软了，他做出了裁决，免除王维的死罪，仅仅是降职为太子中允。对比那些被推上断头台的同僚，比如著名诗人王昌龄的连金正前被贬死异乡，还有许多官员被直接处死，王维的结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宽大处理。按照一般的逻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逃过鬼门关的王维，后来甚至还因为弟弟王进的进一步高升，加上他自己本身的才华和名望，官职不但恢复了，而且一路高升，最终做到了尚书右丞。这也是后人称他为王右丞的由来。表面上看，他的人生似乎又回到了正轨，又恢复了昔日的荣光。但实际上，从洛阳回来的那个王维，早就已经在心里死去了。活着的这个王维，只是一个披着官服的躯壳。因为虽然皇帝在法律上宽恕了他，虽然同僚在表面上接纳了他，但是他自己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最核心的部分——余生的内疚。在免死之后的岁月里，王维患上了极其严重的幸存者内疚。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可能就会浮现出雷海清被残忍肢解的画面，浮现出那些为了大唐流血牺牲的将士的面孔，浮现出那些被处死的昔日同僚的背影。他会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死的是他们，而活着的是我？我凭什么拿着朝廷的高官厚禄？我这个在敌人屠刀下屈服过的懦夫，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大唐的朝堂之上？这种心理折磨比肉体上的惩罚更加残酷。他像毒蚁一样，日日夜夜啃噬着王维的内心。为了赎罪，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晚年的王维在生活方式和精神指向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首先，他开始疯狂地拒绝做官。在晚年，他曾多次给皇帝上书，请求辞去职务。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叫做《择宫见地表》。在这篇奏文中，王维极其卑微、极其痛苦地把自己骂得一文不值。他说自己身为大臣，不能死节，是个罪大恶极的人，理应遭到天地鬼神的诛杀。他向皇帝苦苦哀求，说自己的弟弟王进功劳那么大，却被外放做官，而自己这个有罪之人却在朝廷里身居高位，这让他日夜不安。他恳求皇帝把自己的官职削掉，或者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弟弟。这种奏折绝不是官场上那种故作姿态的谦让，而是字字泣血的真心话。他觉得那身大唐的朝服穿在自己身上，就像是穿了一身荆棘，扎得他浑身是血。其次，他彻底抛弃了物质享受，过上了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早年的王维虽然也信佛，但那种信佛带有一种士大夫的清雅和情调，是住在豪华的别墅里，吃着精致的素食，弹着古琴参禅。但晚年的王维，据《旧唐书》记载，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不再穿丝绸华服，只穿粗布衣裳，不再吃山珍海味，每天只吃最简单的素食。家里不再有任何奢华的装饰，只剩下茶称、药臼、经案和绳床。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真正的苦行僧。他是在用惩罚肉体的方式来试图洗刷灵魂的污点。最让人震惊的举动是，他捐出了他一生最挚爱的辋川别业。辋川别业，那是王维精神的家园，是他半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地方。那里有他的鹿寨，有他的竹里馆，有他的新遗物。但就在他母亲去世后，王维上书皇帝，请求将这座美轮美奂的庄园全部捐献出来，改建为一座佛寺，名叫清源寺。捐出辋川，意味着王维彻底斩断了自己与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点美好的羁绊。他连自己营造的人间仙境都不要了，因为他觉得一个精神上有过污点的人，不再配拥有那么纯洁、那么美丽的山水。在晚年的诗歌中，我们也再也看不到早年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也看不到新柳露春情的生机。他晚年的诗变得极度的空灵，甚至是一种死寂般的空无。比如他晚年的名篇《酬张少府》：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恬静，但你仔细品味万事不关心这5个字，这是一个经历过大劫难，内心已经彻底死灰复稿的人才能写出的句子。他对国家大事不再关心，对自己个人的命运不再关心，因为他的心早就随着那场安史之乱的浩劫碎成了一地鸡粉。他还写过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和处消。这2句诗可以说是王维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他这一生，尤其是做伪官的经历，留下了太多无法释怀的伤心和愧疚。这些痛苦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是无解的，他只能逃向佛教的空门，试图在万法皆空的教义中寻找一丝可怜的自我救赎。公元761年的夏天，61岁的王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他临终前，他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留下什么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遗言，也没有对自己的一生做任何评价。他只是非常平静地要来执笔，给弟弟王进以及亲朋好友写了几封诀别信。信的内容全都是勉励他们要潜心奉佛，修心养性。写完之后，王维执笔而逝，走得很安详。
也许在那一刻，这个在人世间做了大半辈子半神半鬼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回望王维的一生，他就像一面极其精美的铜镜。在安史之乱前，这面铜镜光可见人，倒映出的是大唐盛世的繁花似锦和诗情画意。但是安史之乱的铁蹄无情地砸碎了这面镜子，虽然事后它被勉强拼凑了起来，但那一道道深深的裂痕却永远也无法抹去。我们今天讲述王维做伪官的这段历史，绝对不是为了去贬低他，去嘲笑他。相反，正是因为这个污点，正是因为他后半生那种深切入骨的内疚与忏悔，让王维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完美的诗佛，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会恐惧、会软弱、也会痛苦的真实的人。历史常常喜欢塑造完美的英雄，但人性却往往是由脆弱和妥协交织而成的。王维没有做成完美的忠臣烈士，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他个人永远的痛。但他用自己后半生的苦行和充满禅意的诗歌，为自己完成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灵魂救赎。当你下次再读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或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时候，我希望你能透过那些清雅空灵的文字，看到那个在深夜里哭做焚香的老人，看到他如何努力地用佛法清泉去洗涤自己内心的伤痕，看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在经历了坠落泥潭的屈辱后，依然努力地向着澄澈的彼岸艰难求渡。这就是真实的王维，一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最终在无尽的内疚中将自己融化在空山新雨中的大唐诗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